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 Ether 的公司研究频道。我们关注很久的 GE Vernova GEV 在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中，给市场上演了惊心动魄的戏码，营收大超预期，订单多到生产不过来，现金流更是直接爆发。然而每股盈余却爆冷大漏勺，拖累股价在财报公布后大跌近 9%。这到底是千载难逢的黄金坑买入机会，还是高位接盘的泡沫诱饵？今天我们来一起拆解这家公司最近3个月的变化和波士顿法院文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情。如果你想看懂这场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终极博弈，并在下一次财报前做好资金布局，请务必看到最后，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能帮我们把这份极具专业度的硬核钱货推送给更多需要的人。财报惊魂与非经常性项目 5.1 亿美元的养老金与预付款魔术。在2026年7月22日的 Q2 财报中，巨意味表面上营收达到 111.04 亿美元，按年增长 22%， 超过 107.9 亿美元的预期。夸张的新增订单单季暴增 88%， 达到242亿美元，把未执行订单积压推高，到了176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意味着公司未来几年的产能已经全部被客户的定金锁死，甚至连排产档期都卖到了2030年以后。然而市场并不买单，原因在于其 GAAP 稀释后每股盈余仅为 2.47 美元，远低于分析师们普遍预期的 3.04 至 3.17 美元。对于一个远期盈余倍数超过60倍的高成长股来说，这种利润端的失手通常是致命的。这里我们穿透表面的利润表，去看看这笔利润到底去哪儿了。经过对其 10Q 申报文件的技术拆解，我们发现了2个极具反差的细节。第一， EPS 低于预期的罪魁祸首并非经营性业务恶化，而是管理层为了优化资产负债表，在6月份主动向其最大的通用电气能源养老金计划一次性注资了 5.16 亿美元的现金，这部分非经营性支出直接侵蚀了账面利润。第二，与账面净利润仅 6.49 亿美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单季自由现金流达到了惊人的 51.07 亿美元，上半年累计自由现金流高达99亿美元，直接达到了2025全年水平的 2.5 倍以上。这笔庞大的现金并不是卖设备赚回来的利润，而是源于客户为了抢位置而支付的巨额预付款和时段预留协议 SRA 付款。换句话说， GEV 目前是在用客户无息提供的运营资金在进行自我扩张。这种强大的商业防御力在重工业中极其罕见，商业与技术霸权当刮胡刀，遇上离网微电网的终极体现。要理解 GEV 为什么能在2季度市场享受到科技股般的溢价，我们必须拆开它的业务结构，看看它是如何利用刮胡刀与刀片的逻辑，在电网现代化和 AI 算力潮中双向收割的。首先是发电板块，这是 GEV 的防守大底，其重型 H 级燃气轮机 7HA 和 9HA 系列是目前全球效率最高的联合循环燃气轮机。这类设备不仅能混氢燃烧，更能在10分钟内快速启动满载发电，这在可再生能源调峰和算力中心不间断运行的场景下是不可替代的物理防御壁垒。设备虽然不怎么赚钱，但一旦安装，后续20到30年利润率高达2位数的长期服务协议 CSA 便被牢牢锁定。但真正让 GEV 插上翅膀的是它的电气化板块。今年2月 GEV 以 52.75 亿美元完成了对配电变压器巨头 Prolec GE 剩余 50% 股权的全面收购，并通过公开发行26亿美元的高级债券为该交易提供融资支持。这个时间点堪称神来之笔。随之而来的是电网现代化和 AI 算力中心建设，导致变压器供不应求，
交期被拉长至3至4年。Prolec GE 的产能直接让 GEV 拥有了北美电网市场的排他性定价权。第二季度新签订单的单位，千瓦价格较去年底暴涨 10% 到 20%。在技术前沿方面， GEV 正悄悄展开面向下一代的布局。例如，他们正在研发5兆瓦的 SiC 固态变压器 SST 以及中压部件段电源 MVUPS， 旨在将中压直流电直接一步到位，转换至算力伺服器所需的低压直流电，免除多级降压带来的电力损耗，并大幅省去配电室空间。这类产品预计在2027年开始实质性贡献订单。最近3个月GE在资本市场上的动作频频。7月公司宣称收购了 Robotech Automation， 以进一步将工业机器人与机器视觉引入其轮机与变压器绕线工厂，推动生产力精益改革。同时，公司变现了持有的中国西电电器 China XD Electric 少数股份，回收了高达6亿美元的税前现金，并大手笔在 Q2 斥资23亿美元回购了250万股股份，平均回购成本仅为 854.00 美元。今年6月22日宣布的德微微电网专网项目 Project QB， 是 Brown 旗下子公司 Energy、Forge1 与 Engine No. E。 微软达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电力采购协议 PPA， 规划在德州 Reeves 县部署一个高达 2.67 吉瓦的独立燃气发电微电网。该项目估算资本支出高达70亿至90亿美元，将绕过排队时间长达5到7年的 ERCOT 德州电网，直接利用 Chevron 当地便宜的半升天然气发电，为微软的新建 AI 数据中心集群提供24期的机载电力。而这个超级项目的核心发电装备正是7台 GE Vernova 7HA 重型燃气轮机。这又一次证明了在 AI 基础设施的硬实力赛道上， GEV 的设备就是通往算力世界的重要物理钥匙。暗流涌动的危机、波士顿法庭、叶片舞弊与风电黑洞。各位观众，这世上没有完美无瑕的投资故事，在 GEV 耀眼的 AI 光环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正在失血的成本压力，那就是它的风电板块。故事在今年4月17日达到了高潮。波士顿 Suffolk Superior Court 的法官 Peter B. Krupp 签发了一道重磅的初步禁令，强制命令 GEV 旗下的风电附属公司 GR 必须留在现场，继续执行与 Winard Wind 项目，总投资额45亿美元，装机容量806兆瓦的设备维护与剩下的更换工作。 GER 早在2月27日曾向 Winard Wind 发出合同终止通知，声称对方欠了自己 3.08 亿美元的工程尾款。然而 Winard Wind 反诉，指控 GEV 交付的 Halia 的 X 离岸，风电机组存在毁灭性的质量瑕疵。在2024年7月，该项目一片长达100米的巨型叶片在运行中发生断裂坠海，无数玻璃纤维垃圾散落到 Nantucket 的旅游海滩，引发了联邦安全局的停工令。随后的根本原因分析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行业丑闻。在已安装的72片叶片中，有高达68片存在严重的粘合剂不足缺陷。根据加拿大 Gaspi 叶片制造厂的内部调查，该厂员工在主管的直接默许或授意下，故意跳过了核心承载区域的粘合检测合规流程，仅为了赶生产进度以获得管理层的积分奖励。这个极其荒谬的为数量论管理体系，导致整批每周最长叶片的质量全军覆没。事发后 GEV 虽然紧急开除了该工厂的40多名涉事员工，并计划将所有加拿大 Gaspay 生产的叶片作废，改用成本极高的法国 Charbord 安全叶片进行海上高空更换。但2年的商业运行延误和高昂的现场整修费用已成定局。法官 Peter Krupp 的强制履约判决无疑把 GEV 钉在了持续成本压力里。公司被迫在拿不到3亿多美元欠款的情况下，
自掏腰包租用高昂的海上工程船，只去给客户免费修飞机。2021年联邦政府 BOEM 审批该项目时，允许开发商延期至商业运营第15年，才开始缴纳 1.91 亿美元的拆除保证金。这意味着如果 Vineyard Wind 因为这次诉讼失血而最终宣告破产，现场62座高耸的海上风电机组的清理费用将没有任何信托资金覆盖，极有可能演变为公共财政和两党政治攻防的特大尾部危机，筹码博弈与国会山密谋，谁在买入，谁在悄悄撤退。面对这样一个一边疯狂印钞，一边疯狂漏水的庞然大物，资本市场的聪明钱是怎么做的？首先看机构股东结构， GEV 的股权集中度高达 73.8%， 反映出大型长线资本对其在能源转型、超大型周期下的垄断地位极度看好。然而对冲基金与保险资管之间却展现出了极其鲜明的博弈逻辑。一方面，科技与成长对冲基金正在高位获利了结，例如科技对冲基金 Colo2 Management 6 LC 在 GEV 股价冲破1000美元大关后，大举减持了近80万股仓位，降幅达 23.7%， 套现约 6.75 亿美元，并将资金重新分配至半导体和软件板块。 Northwestern Mutual 也进行了接近清仓式的减持，大降 98.3% 的仓位。保险巨头 Auto Owners Insurance 更是对其高达3480多万股的超大持仓进行了全额清仓，锁定利润。但另一方面，长线产业主动基金和欧洲 ESG 资金则在逆势加仓。 Capital World 旗下基金持股增幅接近翻倍，欧洲第一大资产管理公司阿蒙蒂的持股更是暴增了 256.6%， 而在 DCGEV 更是深谙政商共生之道。仅在2026财年上半年， GEV 登记的游说支出就高达85万美元。游说的核心内容非常明确，第一是为核能 SM2 争取牌照与联邦补贴，第二是游说 IRS 豁免 PROLAC 变压器及陆上风电在 Section 301-232条款中的高额关税，第三则是争取国防部的前沿合同。公司在国防部登记的合同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笔约 22.7 万美元的 Debora-Worm 地下探测系统项目。与此同时，国会山议员们的交易记录也露出了蛛丝马迹。资深民主党议员 Jonathan L. Jackson 在1月底大笔加仓，随后便享受了 Q1 财报大超预期带来的股价暴涨。而共和党的核心众议员 Michael 则在今年4月和2月频繁套现，展现出其在政策制定前夕对高估值的审慎态度。分析师定价差异覆盖 GEV 的主流投行中，市场共识目标价大约在 1124.12 美元至 1227.00 美元之间。首先是气电发电的非峰值假说，像 Moses Sutton 等分析师此前预估，气电机组签约在2026年是最高峰，后续将大幅下滑。然而管理层在 Q2 会议上重申，到2026年底至少能将合约气电机组容量从116吉瓦提升至125吉瓦，且2031年超 50% 的产能已被客户预付定金锁定。我们只要追踪 GEV 季度的 SRA 时段预留协议转化率，一旦转化率高于预期，看评派分析师就必须在未来3个月内上调其长期营收预估分子。其次是 SST 固态变压器与中压产品的直接渗透率，富国银行等看多派将合理架设在1400美元以上的核心前提是 SST 固态变压器的商业化能超预期。如果 GEV 在下半年公布与微软或亚马逊签署实质性的 SST 配电合同，市场共识中值将迅速向上修订至1300美元以上。总结，目前 GEV 已经比我们去年刚开
始做节目时有了大幅度上涨，当前1078美元左右的股价，按 SOTP 估值考虑是存在一定幅度的溢价的。这部分溢价是市场为其 AI 算力电网改造的极致稀缺性所支付的非理性权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价完美 Priced for Perfection。 那么我们该如何思考策略？1050至1150美元，设定一个观望区间。此时的估值极易受到风电板块官司进展、养老金一次性支出以及1亿至2亿美元潜在关税成本的利空冲击。我们不考虑盲目追高，如果股价因为风电官司赔偿恶化、大选关税政策不确定性或分析师下调短期预期而回撤至200日生命线附近，大约位于799至905美元之间，那对很多基金将产生极强的吸引力。此时 SOTP 提供的公允安全边际极高，而 GEV 在发电和电网配电端的垄断壁垒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损害。好了，这期关于全球电力基建怪物 GE Vernova 的拆解就到这里。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你觉得 GEV 是一台能持续印钞的 AI 解药，还是一个风电黑洞包装出的超级泡沫？如果是你会选择在1000元高位跟着长线 ESG 资金分批买入，还是像对冲基金靠着去一样获利了结？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深度、有启发，能帮你在混乱的二级市场看清底层投资逻辑，别忘了动动手指点赞、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频道的成长至关重要。开启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深度拆解。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